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我们今天跟着邮轮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。跟各位介绍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趟欧洲的邮轮之旅。透过邮轮这种方式来旅游从法国到瑞典之间的重要城市。今天是来到荷兰的首都，大家也应该都有听过的阿姆斯特丹。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荷兰的首都，更是曾经主导17世纪全球金融跟海运贸易的超级商业之都。那这座城市的一切呢，都是围绕着水而生。由于我们是搭邮轮来到阿姆斯特丹，所以出发地呢就不会是什么中央车站，而是现代化而且利落的邮轮码头。它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各位对荷兰的印象或许是这张图的模样，风车遍布，一望无际的乡村。但实际上邮轮码头外的景色是这样，路非常的大条好走，整体也非常的干净。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去这座城市的发源地水坝广场。由于从港口大厅到我们要去那个水坝广场并没有太远的距离，走路过去大概40分钟可以走到吧，单程40分钟可以走到，加上今天的天气又特别好，所以我想说我就不搭公共运输工具了，我就用走路的走过去。旅游小教室。那我们就先从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的名称开始说起吧。我刚刚说阿姆斯特丹是跟水有关的城市，这座城市的名称呢，就是来自于这里的水坝。从英文来讲会比较好理解，英文写作 Amsterdam， 那这里的 dam 呢，就是水坝的意思。那 Amster 是附近的一条名为阿姆斯特尔的河，所以它的名称呢，其实就是来自于阿姆斯特尔河的水坝。那阿姆斯特尔河呢，现在仍旧可以从地图上找到它。它由南往北流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市区，当然也经过了阿姆斯特丹的发源地，就是我们等等要前往的水坝广场。既然都来到地图了，就从地图上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吧。在地图上你会发现，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运河。那这些运河呢，早在17世纪就已经规划好，不只是交通用，还能防火跟排水。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是这样，首先是水坝广场和阿姆斯特丹皇宫，然后上面这边呢，则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，旁边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起点，就是邮轮码头啦。从邮轮码头往水坝广场的路上呢，会经过著名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，整个红灯区的范围大概是这样。其实这一带最早只是水手和工人聚集的地方，后来才慢慢变成娱乐区。那有意思的是呢，红灯区中央就有一座14世纪的旧教堂，是全城最古老的建筑。教堂和红灯区放在一起啊，它的对比也非常的强烈。除此之外呢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吧，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，旁边也有梵谷博物馆。那这里有一个安妮之家，是讲述2战期间躲避纳粹的躲藏地点。下面这里呢，则是海尼根的啤酒博物馆。整个阿姆斯特丹有点大，要完全用徒步走完，其实是有点辛苦的。不过好在他们的捷运很方便，也很现代化，很干净。刚才所提到的所有景点呢，都能够方便的用捷运来抵达，所以大家可以先尝试着用走路的，看一下漂亮的运河景色，然后累的话就搭捷运吧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景点呢，就是它当时的水坝。那当时的水坝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水坝，他们已经变成现在这个广场了。但现在这个广场依旧被称为 dam， 就是水坝的意思。然后在这个广场的旁边呢，其实就是荷兰的王宫啊。但是实际上，他们的王室并没有住在这里啊，他们一共有4个王宫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然后这个王宫本来是用作议会，本来新建的时候是用作议会来使用哈。但是当那个时期的拿破仑征服这边的时候呢，拿破仑把他的弟弟放到荷兰这边来统治啊，然后他弟弟就把这个原本是议会这个建筑改变成皇宫。那这个皇宫呢，目前是被用来皇室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。
现在白天时间他们就没有在上班啊，所以其实这个他们都是橱窗了，像这样子的橱窗。然后说真的，我比较俗辣，我不敢直接去拍。刚刚也的确看到有小姐在上班的状态啊，但是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子一扇一扇的门，然后那个窗户就是这种橱窗。然后如果你对里面的小姐感兴趣的话呢，你就进去里面询问价嘛，然后价格谈拢了，其实就可以进去里面办事啊。这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红区。在我身后的这栋很漂亮的古建筑，其实就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。然后我们面对中央车站的右手边是圣尼各老堂，但是它在运河的另外一边，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跨过河，然后到那个老教堂那边去参访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阿姆斯特丹的正前方，中央车站的正前方这条大街呢，现在是有点封路啦，但是实际上这条街一直往前走啊，就是这条街一直往前走，就可以到它的那个原始的那个 Dam 的那个广场，以及阿姆斯特丹的王宫。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因为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是很多水啊，很多河流，旁边其实有很漂亮的河景或是运河景哈。无论如何，我是觉得这个车站的周边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冷知识哈，就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河流，所以沿着河呢都会有很多这种房子哈，像我后面这排的房子，但是他们的房子呢都是做成这样子很细哦，一条一条，好，他们的门面都非常窄的状况，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早期的阿姆斯特丹呢，在计价这个房屋税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以房屋的面积来做这个计价标准，而是用这个面宽，好，这个面宽越宽，它就计越多钱哦，像这个可能就是要课很多税的房子哦，所以他们其他人为了要省税，就会尽可能的把他们的面宽弄得越小越好哈，然后他们的房子都会做得很狭长，所以这些屋子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哦，包括是特别的狭长，然后有些会歪歪斜斜，然后每一家每一户几乎都有大窗户，然后有一些屋子的正门更是建在半层之下。然后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有90万，自行车是100万啊，所以自行车的数量比人口还多。然后每一年大概有1.2万辆的自行车掉到运河里面啊，所以这个政府也要派所谓的捞车船去把这些脚踏车给它捞起来。然后阿姆斯特丹有超过100公里长的运河，桥梁甚至超过1200座，比著名的威尼斯还要来得更多。那最后一个冷知识是，如果你在其他国家、其他地方搜寻 coffee shop， 应该会搜寻到的是咖啡馆。但如果在阿姆斯特丹这边搜寻 coffee shop 的话呢，你会发现满地图上面的都是大麻店啊，无论是大麻商店或是大麻俱乐部，它都会是大麻店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阿姆斯特丹的冷知识的介绍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去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景点咯。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只能再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啊。那在我们这么有文化的频道的情况下呢，我决定带大家去参观海尼根博物馆。那海尼根这个品牌啊，其实就是发源于荷兰啊，然后现在它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啤酒品牌。那我们来去看看我后方的海尼根博物馆里面是怎么样吧。我们现在走进的其实就是海尼根在1867年所创立的第一座啤酒厂。那虽然它现在叫做博物馆了，但是它更像是一座为成年人打造的啤酒主题乐园。买票入场之后，他会给你2枚代币，然后这个最后可以换酒来喝。一开始工作人员则是在介绍海尼根的相关历史，不过他们讲的是英文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听。我就自己在旁边看他们所放出来的展品，像这个工具就是1900年所使用的瓶子，这个则是1939年海尼根的罐装的造型，就跟我们现在的易开罐的大小是差不多的。
总之前面都在介绍海尼根的相关历史，然后像这个就是他们比较早期的招牌，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招牌了。像这种招牌我们就看着比较熟悉。第二阶段就开始介绍酒了，除了介绍酒的种类之外呢，也开始介绍如何去酿造他们这些啤酒。现场有摆放各种器械哦，除了大型的酿造桶之外呢，也有这种能让我们实际动手操作的工具。它实际拿出麦芽让我们玩，先让我们磨麦芽，接着要糖化要煮，然后这边非常的香。旁边也有这种大型的发酵桶哦，然后这个桶子里面呢，其实也都有萤幕告诉我们说这个桶子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。那结束了这一区的活动之后呢，下一区就很科技了。它是用整个投影的方式呢，让我们从头开始体会整个啤酒的制作过程。那不得不说，这边的声光表演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有趣。活动到一半就开始发啤酒啦，那我们一边喝呢，还是一边有工作人员在做相关的介绍。中间还有很多区域可以参观，但我看大部分的人都到最后的品尝区报到啦，非常的有派对气氛。那我也做了一瓶专属于我自己的啤酒，给今天做一个完美的结束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继续搭乘邮轮前往北欧。好，接下来就没有西欧了，没有西欧的事了。接下来要前往北欧。那我们的下一站呢是丹麦的哥本哈根，也邀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访北欧各大城市的美丽画面吧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见，拜拜。